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经常看我们房车视频的朋友们，对我身旁的这两辆车应该都不陌生了吧？在我的右边的呢是2023年的奔驰 Sprinter 斯宾特，在我的左边呢是2020年的福特全顺 Transit。这两款车型呢都是在北美房车改装中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当然呢，还有一款道奇公羊的 ProMaster， 在房车改装中也是很常见，在之后我们也会做视频给大家专门介绍的。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两款车，结合网上最新的数据，看一下它们各自都有什么优缺点，给想要购买 B 型房车进行房车改装的朋友们一个参考。首先是它们的外观，个人觉得福特 Transit 的车头给人一种憨厚的感觉。不过，如果加上一些外观上的改装，如大轮胎、悬挂升高、加装顶框和梯子，它也可以变身硬核风。而奔驰 Sprinter 作为同类车里的高端品牌，外观上当然也是更为美观大气。对于追求房车外观的朋友们，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其次呢，我们要考虑房车的尺寸，房车的外部尺寸决定了房车的通过率和越野性能。Sprinter 适合房车改装的车型一共有3种，分别是144 Standard High Roof、170 Long High Roof 和170 Extended High Roof。这里说到的144和170都是车的轴距，以英寸为单位。Standard、Long 和 Long Extended 是车长，分别是5.9米、6.93米和7.32米，而 High Roof 代表的是车的外部高度，在2.7米左右。而 Transit 适合房车改装的车型一共有2种，分别是148 Long High Roof 和148 Extended Long High Roof。Transit 的车长里，长版大概有5.98米，加长版有6.7米，车的高度大概在2.8米左右。对比这两个品牌 ，Sprinter 的170 Extended 是这里面车身最长的，它的轴距也是最长的。长的车身意味着内部的居住和储物空间更多。170的长轴距能提供驾驶稳定性和乘坐舒适性，但是在驾驶操作性和灵活性方面，全顺的148短轴距就要更胜一筹了。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是最高离地间距，相比于 Transit 的 0.17米 ，Sprinter 的离地间距是0.2米，看似不大的高度差，放在越野上可是很关键的。说完了房车的外部尺寸，我们来看看房车的内部尺寸。内部尺寸也就是驾驶室后面的内部空间的大小，而这个空间的大小决定了改造后的房车居住空间的大小。Sprinter 标准版、长版和加长版的后舱的长度分别是3.1米、4.19米和4.57米。Transit 的长版和加长版分别是3.65米和4.37米。我们之前改造的这辆就是 Transit 的加长版，4.37米的长度也可以改造出客厅、餐厅、卧室和洗手间，实现多功能分区。另外，这辆 Sprinter 是标准版的长度。我们在这辆房车上的改装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具体的房车展示在这里先卖个关子，敬请期待我们的 Van Tour 视频哦。下面这个数据是选择房车品牌的关键，就是房车的内部高度。Transit 的高顶有2.07米，比 Sprinter 的高顶的2米要足足高出7个厘米。这意味着室内空间会更舒适，也会有更多制作顶柜的空间。下面我们请身高为1.84米的南哥给我们展示一下他在这两辆车上后站直的情况。首先是我们的 Sprinter， 大家看到这个顶上是不是很多的空间的？大概有多少，南哥？大概有1英寸3公分左右。3公分左右。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ransit 上面内高的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它的头顶大概有多少空间呢？大概5公分。这两个车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因为这辆车的房顶用了比较厚的材料，大概有2公分的厚度。在奔驰的话，因为我们本来知道它的车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用的很窄的材料，大概只有0.5公分。所以在比较两个车高度的时候，还要把这个考虑进去。在内部宽度的方面 ，Transit 和 Sprinter 的差别不是很多。现在我是在Sprinter 的里面 ，Sprinter 的内部宽度大概有1.78米左右。现在我们是在全顺的车内，
大家看一下这个宽度，内部宽度在1.78米左右。个子比较高的朋友们，睡觉建议选择竖着躺，或者在车两侧加装扩展套件。选择房车的车型，还需要考虑房车的动力系统。如果你是打算开房车开高速，去露营地之类的地方，那么这两种房车的标准动力配置都可以满足日常出行需求。但如果你打算开着房车去一些路况不太好的人烟稀少的户外，在选择动力配置的时候，则需要考虑以下几个要素。首先是房车的驱动方式 ，Sprinter 和 Transit 都提供后驱和全驱的选择。其次是它们的动力传动系统 ，Sprinter 提供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两种选择，分别是188匹4缸汽油机、168匹4缸标准柴油机和208匹4缸高功率柴油机。而 Transit 提供两种汽油发动机的选择，275匹的6缸汽油机和301匹的6缸 EcoBoost 汽油机。显然 Transit 的动力会足很多，对于对房车动力要求高的朋友们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还有它们的有效载荷，也就是它们可以携带货物的总重量。有效载荷越大，代表着房车的承重越大。Sprinter 的最大载荷是2835千克左右，而 Transit 大概是2317千克左右。说了这么多数据，让我们请南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辆房车在实际操作时候的驾驶体验。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福特全顺的驾驶舱，全顺的内饰比较像一辆商务用车，甚至说是货车。但是方向盘它的角度跟我们平时开的乘用车差不多。它的换挡呢，跟一般的挡杆也是一样的。它一点区别是，它的挡杆是集成在前面这个面板上，而不是在这个位置上。它的中控面板可以说也是比较传统的面板。当时我们选车的时候没有选择的比较高的配置，所以屏幕比较小。但你可以买到高配的版本，大概是这么大的一个屏幕。视野和坐姿的话，这台车的坐姿大概和皮卡的高度差不多。然后视野的话是相当好的，因为它的这个玻璃的角度，还有包括前机盖的设计，能够保证你从这边看上去之后不会被任何的发动机盖所阻挡。然后两边的窗户也是非常大、非常深，所以说整个车的视野是非常好。好，我们现在是在奔驰 Sprinter 的内部。这个车和全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它的内饰和小车和乘用车是比较像的，那不像福特，就你一看觉得那是一台货车。奔驰的整体内饰相比于全顺要更高档一些，看起来。但我觉得这两个车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坐姿上的区别。这个车在坐上来之后，你明显会感觉比全顺要高一大截，然后视野的话也会好很多。奔驰的换挡和福特也不太一样，它挡杆在这个位置是一种怀挡的形式，所以它把挡杆设计在这边的话，就你在中控和两个前排座椅中间就空出来很大一块位置。奔驰的车机系统和显示屏比全顺也要好不少，可以看到它这个配置下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全顺的话，最大的屏幕也要比这个小一些。提到房车的日常操作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油耗，而这个数据根据房车的长度、高度，还有房车的发动机类型以及房车的实际载重都会有所不同。Transit 的综合油耗大概在16 mpg 左右，也就是14.7升每100公里。Sprinter 根据它的配置是后驱还是全驱，发动机选择的是柴油还是汽油，最后油耗大概会在16到24 mpg 之间，也就是9.8到14.7升每100公里。除了油耗，房车日常的保养和维修也不能忽略。早就听说全美的奔驰经销商数量比福特要少很多，但是一查，没想到差了这么多。奔驰的经销商在全美只有383家，而我们所在的密西根只有5家，而福特在全美有2935家，在密西根也有142家。而且奔驰的零部件可是出了名的贵。想象一下，如果奔驰的车子出了问题，或者是需要保养，那么除了在购买昂贵的零部件之外，可能还要找到经销商排上好几个星期的队才能保养或者维修。而福特的经销商遍布全美，维修保养相对便宜，也会轻松很多。最后最关键的就是价格了。这里呢，给大家找了 Sprinter 和 Transit 两款长度最接近的车型，给大家做一下价格比较。
2023年的 Sprinter 170长版高顶和2023年的 Transit 148加长版高顶。在我们都选择了默认选项的情况下， Transit 的这款加长版要$52,270美金，而 Sprinter 的这款长版要$56,500美金，足足贵了4000多美金，将近3万元人民币。这还是 Sprinter 的最基础的橱窗配置。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对这两个品牌的车都有了一定的了解。首先 Sprinter 从它的外观、品牌、品质、驾驶体验、油耗、离地间距和载荷方面有它的优势，而 Transit 则在它的价格、内部高度、动力、保养和维修的便利程度和费用上面更胜一筹。所以究竟选择哪一款，还是要根据大家的具体情况，比如说资金、改装需求和日常出行需求来决定。希望这期视频给大家选择这两款房车有一定的帮助。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或者问题的话，记得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